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bisoft 也就是育碧，已經面臨公司破產的關鍵時刻。育碧股價原本在6歐元徘徊，突然一口氣暴跌33%，最低掉到 3.99 歐元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2026年1月21日，育碧突然丟了一個震撼彈，發布了一份震撼業界的官方新聞稿。育碧宣布重大組織營運及作品矩陣重組，旨在奪回創意領導地位並恢復永續成長。主題聽起來很有進取心呀，怎麼了嗎？首先，育碧官方預計2026財年將出現高達10億歐元，也就是約370億台幣的營運虧損，減記包含約6.5億歐元的研發資產，也就是過去幾年開發的遊戲全當廢紙清掉，俗稱腰斬。目標透過重組，在2028年前減少5億元的固定成本，也就是要大規模裁員與縮編，並且還將旗下遊戲分成5大創意工坊。這5間屋子都是做什麼的？比方說，暗影之屋就有刺客教條全系列 IP， 專門做刺客教條系列；戰術之屋就有縱橫疊海與紅彩6號等 IP， 等於把育碧旗下作品做了分類。表面上是宣稱讓專業的人管專業的 IP， 但投資者可不是這樣想的。育碧這樣等於把旗下作品分成5大類，方便各家公司來選購他們的 IP。想要全境封鎖但不想要雷射超人，可以參考看看邊境之屋。邊境之屋還有極地戰壕喲，買越多送越多，心動不如馬上行動。換句話說，官方雖然說這是重啟，但在投資人眼裡這叫清算。招砍的6款開發中遊戲有哪些？波斯王子10隻殺重製版，開發地獄多年，數次更換開發團隊，最終因為無法達到現代品質門檻而被無限期擱置，並且育碧還直接表示，對這一款投入的成本已超出願意承擔的範圍。看門狗全新紀元，原本計劃回歸初代嚴肅風格的續作，因為看門狗自由軍團銷量太過淒慘，導致管理層對該 IP 徹底失去信心。非法戰線2026，一款未公開項目。這是一款類似逃離塔科夫的撤離類射擊遊戲，芬尼克斯傳說波里尼西亞官方直接承認該系列審美與市場定位不符，續作開發計劃被裁撤。極限共和國2比較小眾的體育競技遊戲，應該是為了節省資源開發核心大作而被迫犧牲掉。現在這5大創意工坊切割得很徹底，分別由不同團隊在管理，彼此不會互相干涉。不過南瓜了最頂級賺錢 IP 的 House One，包括刺客教條、極地戰壕、紅彩6號這些大作，據傳是 CEO 的兒子查理來接手。那麼 CEO 伊夫吉勒莫特現在在哪？他目前可說是退居二線。伊夫現在領導的是重組後的集團總部，他不直接管遊戲怎麼做了，而是負責資本分配、法律服務、人才策略。往好的說是急流勇退，往壞的說就是金蟬脫殼。反正以後就不關他的事了。尤其育碧近年來不僅有財務危機，還有長期的職場霸凌與騷擾醜聞。伊夫作為創辦人，長期被指責知情不報或縱容高層，以後都可以劃清界限，說他已經不插手具體管理了，那是在各個 house 內部發生的事，算是替自己蓋了一道法律防火牆。不過 House One 這些 IP 多半也由騰訊內定了。在2025年11月初，育碧就因為《亡命之徒》與《暗影者》的銷量崩潰，負債比率觸發了銀行貸款的違約條款，育碧甚至一度被迫暫停股票與債券交易長達1週，以便重新計算那慘不忍睹的財報，而且還完全是育碧自己引發的。當時育碧必須立刻償還約2.86億歐元的短期貸款與商業票據，否則將面臨破產清算。結果育碧鋌而走險，把與其合作夥伴授權費提前列入當期的確認營收賬目，也就是把還沒拿到的錢算成已經到手的賬，這叫做提前認列收入。結果被新聘請的審計團隊發現，認為這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，強制要求他們重編項目。重編項目聽起來就是改數字而已，但這一改下去就變成資不抵債，直接違反了與銀行簽署的融資協議。根據協議，育碧一旦違規，銀行就有權要求立刻償還債務，還不了當然就是破產。那些 IP 直接被拿出來法拍，這時跳出來拯救育碧的就是騰訊。騰訊拿出了11.6億歐元，約430億台幣，讓育碧能夠填補這個債務黑洞。但騰訊當然不可能白白借錢，騰訊同時也買下了這幾個 IP 核心工作室 26% 的控制權。如果育碧拿了錢起死回生的話，公司就可以不賣了嗎？還是蠻困難的，因為育碧債務高達15億歐元。當時育碧賬上的現金與負債比例高達 49.2%， 也就是說每賺1塊錢就有5毛要拿去還債。
11.6億也只夠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，基本大部分都被拿去償還集齊債務了，根本不會留去開發遊戲。最後一個救火員刺客教條暗影者也自己燒死了，短期內根本沒有大作能進賬大筆收入，倒不如說育碧1月底財報淨負債還在繼續增加的話，就表示那11.6億歐元只是在幫育碧延命而已。育碧這麼大一間公司都在搞什麼鬼？明明大作一個接一個出，就算你不玩也會聽過幾個，怎麼會淪落到要破產？來看看育碧遊戲跟股價掛鈎的年表，可以看到很不可思議的現實。2018年3月，《極地戰壕5》發售，遊戲發售即大漲，74.8歐元耶！跟現在的3.99歐元差了20倍。2018年3月，《極地戰壕5》發售，銷量破1000萬套。2018年同年10月，《刺客教條：奧德賽》發售，這段時期還是育碧黃金時期。只是來到2019年初，育碧就投下震撼彈，宣布脫離 Steam 加入 Epic。2019年同年3月，《全境封鎖2》發售時 ，Steam 已經玩不到了。《全境封鎖2》因為人氣滑落太快，1年內就打到骨折價，最低不到100元台幣。雖然最後仍然賣破1000萬套，但跟《全境封鎖1》相比，獲利差非常多，連官方自己都有說覺得不滿意。2019年同年10月，《火線獵殺絕境》推出，股價已經從最高80歐元滑落到56.1歐元。1個月後更是加速滑向44.5歐元。火線獵殺絕境發生了什麼事？原本他的前作《火線獵殺野境》主打小隊戰術，可以指揮 AI 隊友執行各種戰術，戰術沒問題，一把手槍也能打天下，講究一槍斃命、戰術潛入的硬派軍事。到了《火線獵殺絕境》變成跟《全境封鎖2》一樣，是等級制的刷寶遊戲，還 bug 滿天飛，引發天怒人怨。官方雖然有公開道歉，但道歉內容居然是說因為跟前作太像了，讓老玩家跟股東看着傻眼。最終銷量落在500多萬套，只有前作約1/3，是導致2019年股票崩盤的元兇。一路到了2020年，看門口自由軍團、刺客教條維京紀元、芬尼克斯傳說。總的來說，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，遊戲廠商普遍有吃到疫情紅利。育碧在2020年股價上升平穩，維持在50歐元以上。2021年10月的《極地戰壕6》最終銷量落在約600多萬套，與前作破1000萬套有不小差距。股價也跌破50歐元。2022年1月，《紅彩6號：異種》首發當天就送進 Xbox Game Pass， 到最後只給出模糊的500萬人玩過的說法，並沒有實際銷售數字。2022年的育碧可說風雨飄搖。原本所有股東都指望《怒海戰記》和《阿凡達：潘朵拉邊境》在2022年底撐起財報，不料在2022年7月，兩款居然一起宣布延期，還取消了4款開發中的遊戲。《怒海戰記》就是育碧傳說中的4A 大作，開發了11年，延期6次以上，打掉重練至少4次，耗資超過1.2億歐元，約42億台幣。最終2024年2月發售後，育碧官方拒絕公布銷量，但第三方估計首月實銷不到100萬套。Steam 版最高同時上線人數只有2600人，現在只剩200-300人而已。這兩款延期之後，代表育碧2022年財報已經沒希望了。2022年9月，騰訊跑來送錢救火，讓股東更懷疑育碧是不是要不行了，導致股價從43歐元快速崩盤到28歐元。2023年1月，育碧又宣布取消3款開發中遊戲，引發更多玩家討論。在這風雨飄搖之際，CEO 伊夫吉勒莫特向全體員工發了一封內部信，內容居然不是幫員工打氣，而是把責任都推到員工身上。其中最引起爭議的一句話就是：今天球在你們手上，要由你們來在預算內按時交付產品，並達到預期的品質水準。同時還宣布要削減2億歐元的成本。什麼的成本？那當然就是裁人力跟福利，綜合起來就是減福利跟人力的同時，要求員工準時做出更好的遊戲。做夢嗎？員工的回應是在1月27日進行大罷工，投資人看到公司內部在內耗，員工鬧罷工，信心直接歸零，導致單日股價暴跌20%，從24歐元破底掉到19歐元。2023年10月，《刺客教條：幻象》評價好上不少，發售當周一路讓股價從21歐元上升到24歐元。不過，投資人覺得收益還是救不了育碧，導致後來股價反而跌到19歐元以下，最終銷量約500多萬套。《阿凡達：潘朵拉邊境》延期1年多，終於在2023年12月上市了。雖然遊戲內潘朵拉星球做得很漂亮，但玩起來的內容與《極地戰壕》系列高達80%相似。原本育碧內部預測該作能賣出500萬到800萬套，但根據第三方估計，上市首月僅賣出約190萬套，差距有點太大。
應該是嚴重虧損。2024年5月初的《極惡戰線》是免費制射擊遊戲，集合了育碧各種作品主角的大亂鬥槍戰，發售時最高衝上1000萬人註冊，很快人氣就掉到谷底，第4季就胎死腹中停止更新。2024年8月，《星際大戰：亡命之徒》發售，《亡命之徒》從還沒發售前就充滿各種爭議，終極版$130，約台幣4200元，台幣4200元。而且終極版還包含了一個甲巴的專屬任務，玩家認為甲巴是星際大戰的核心角色，卻要買最貴的版本才能玩到，就好像海賊王遊戲要買終極版才能玩到魯夫，根本是在勒索粉絲的情懷。後來亡命之徒發售後銷量直接暴斃，股價跌到10年新低。主角的臉模特兒亨伯利·薩岡雷斯本人長得很美，育碧卻因為自己的 DEI 政策刻意醜化，導致反 DEI 的玩家抵制。更不用說遊戲內 bug 滿天飛，可以在網絡上找到各種奇葩 bug 的影片，最終銷量只有100多萬套。結果 CEO 伊夫吉勒莫特居然出來說，亡命之徒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星際大戰 IP 已經不行了，同時也批評玩家對遊戲體驗期待太高，僅提供扎實的品質已經不夠了， bug 多如山也能說是扎實的品質，真是太厲害了，可說是甩鍋甩得徹底，遊戲界的甩鍋之王。而且亡命之徒是跟迪士尼買授權，不但要預付授權金，還要銷售抽成，上 PS5 等主機還要付平台抽成 30%。據傳亡命之徒開發家全球行銷費用高達2.5億至3億美元，這樣至少要賣750萬套才能回本，也是育碧預期首年能賣的最低數量，但實際首月銷售量僅約100萬套。市場分析師預估帶來的營收缺口高達 1.5 億至2億美元。遊戲發售後不久，育碧下調了整年度的利潤預期，並承認亡命之徒銷售低於預期，最後直接宣布原本要獨佔1年的亡命之徒提早在2024年11月登上 Steam， 還宣布以後的新作品像是刺客教條暗影者也全部首發登上 Steam， 舊的遊戲刺客教條幻象也都陸續回歸 Steam， 但也許離開 Steam 太久了，或是這些遊戲太老了，Steam 玩家並不捧場，整體只有當年1/4以下的熱度。雖然育碧嘴硬自己遊戲有扎實的品質，但最後還是公告延期《刺客教條：暗影者》，說是要打磨遊戲。為了打磨遊戲，錯過聖誕節商戰簡直不可想象，因此分析師都認為這是為了修 bug， 以免《刺客教條：暗影者》步上亡命之徒的後塵。但暗影者同樣爭議很大，育碧採用了黑人迷柱當日本武士，但實際迷柱並沒有當上武士，偏偏育碧又宣傳自己考據嚴謹，誇口要填補日本歷史的空白，還說與日本專家深度合作，極力還原安土桃山時代的真實細節。結果遊戲中的日本一堆不可思議的現象，建築物裡出現了中國風格的裝飾，武士在切腹或跪拜時的姿勢完全錯誤。最後育碧耍賴不管了，表示這只是虛構作品，我們擁有創作自由。原本刺客教條系列最強大的賣點就是考據嚴謹，甚至可以拿來當數位博物館，到了日本就變成創作自由。迷柱甚至跟公主發生了一夜情，還跟信長眉來眼去，變成信長最親密的靈魂夥伴。遊戲體驗也稱不上好，最終銷售量大約到達650萬套，但因為打折打太兇，加上開發週期拉長，導致成本倍增，導致收入沒有數字好看，可能不到維京紀元的1/3，實際營收可能連成本的1半都沒收回來，股價也從11.2歐元崩盤到8.4歐元。這還沒完，9月初，亡命之徒首周評價與銷量出爐。9月25日公告延期暗影者並下調財測。9月底投行集體調降評級。最後2026年1月21日的重組公告，正式把股價打到3.99歐元。原本在歐洲股市，仙股、水餃股是指股價低於1歐元的股票。當股價跌破1歐元且長期無法回升，會面臨被踢出主要指數的風險，甚至被交易所強制退市或合併股份。如果育碧跌破1歐元，那就不是重組的問題了，而是準備破產清算。但許多大型投資基金，如退休基金會有內規，規定不能持有股價低於5歐元的低價投機股。一旦跌破這個數字，機構就會集體撤資。這個年表最可怕的地方是，可以看到育碧的股價一路下滑，就算遊戲出了，股價還是向下，頂多持平，根本無法上漲。8年從最高80歐元一路跌到3.99歐元，總資產縮水了95%。其實育碧是遊戲產量非常大的公司，還有很多小規模的作品沒列出來。不過小作品影響也沒那麼大。這幾年育碧一直跟 DEI 牽扯不清，
甚至根本就是 DEI 的原產地。很多出走的員工都變成一方 DEI 大將。為什麼育碧寧可把遊戲搞爆也要 DEI？ 主要原因有2個，一個就是育碧有各部門兼職的 DEI 委員會，專門審查遊戲劇本、角色設計、性取向設定有沒有符合 DEI 多元、平等、包容的原則。人數可能高達200到300人。顧問的績效指標通常是提出了多少修改建議，或通過了多少次包容性審查。他們的工作就變成玩大家來找茬，就算來的東西已經很 DEI 了，還是得抓幾個送回去改才有業績。美術與編劇明明就整天趕工了，還要聽那一堆不合理的要求，最後技術團隊就直接躺平，隨便改，只求給過。高層管理人員沒注意到這個問題嗎？可能有，但不能管，因為高層管理人員的年度浮動獎金不只看營收，分成 60% 財務指標，2到30% DEI ESG 指標，10% 玩家參與度。遊戲賣得好不好，高層不好控制，但 DEI 指標只要塞夠多的多元要素都能達到，不用管遊戲賣得好不好，算是一筆不拿白不拿的錢。全球管理層每年更是要拿走約 1.7 億台幣的獎金。順便一提，每年這筆 DEI 獎金都被全額拿滿。據傳，騰訊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裁撤 90% 的非生產性諮詢職位，也就是裁撤 DEI 部門。2026年育碧重組之後 ，DEI 獎金就被取消掉了，現在只剩活命獎金，獎金只與財務與玩家數據掛鈎。不過，即使如此改革，到育碧這個地步要翻身已經非常困難了。除非2026年突然冒出一款爆賣的不知名神作，不然只要育碧的股價起不來，騰訊都有可能選喜歡的時間進場收購。最有可能是2026年10月，因為育碧有一筆關鍵的5億歐元債務，將在2026年第4季初約10月左右到期。而且這筆5億歐元的債務是不可延期的商業票據，不還是絕對不行的。但目前宣傳最大的《全境封鎖3》別說預告片了，連實機畫面都沒有。現在育碧又在瘋狂裁員，剛把負責開發的工作室又裁員55人。極力戰好7發售時間更近一點，但也在2026年11月，根本趕不上10月違約。那該怎麼辦呢？如果8月預告上的大獲好評，預約數驚人的話，還能找銀行貸款看看。也就是說，最後預約數不能看的話，育碧大概就真的窮途末路了，只能期待阿拉伯石油王出來英雄救美。究竟育碧今年能不能熬過去呢？今年育碧的末路可說是遊戲界最大看點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。那麼想看更多類似的影片，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，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，下次再會。